在笑自己。Hello， 各位慢慢说、慢慢写的朋友，大家好。Hello， 又到了吃吃喝喝看人类图。今天我又来到别人家的餐桌来蹭饭吃聊人类图。那很开心，今天来到是竹北，然后一个充满绿意的家，然后我们来一起喝酒，喝酒，然后喝酒。然后来聊人类图。今天这两位都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嗨，大家好，我是一棒的前小叔，对，前小叔无缘的小无叔，缘的小叔，对。然后那我就是遗忘的前弟妯娌吗？啊弟媳、弟媳弟妹、弟妹、OK 啊 ，OK 啊，对啊，很好。我们对啊认识多久了？应该有个15年吧。我跟遗忘应该认识7年。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很早哦。你在表演那个打鼓的时候，哦，我还在前公司的时候，对，那时候很小，很小一只的对，时候，很小的时候，对，很久了啦，15年有。可能有，对，然后今天我们来吃什么？来，今天是吃吃喝喝，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喝好喝的白酒。你喝什么？我喝 whisky， 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日本料理。日本料理，对，新竹有名的日本料理。好。我们当可以开吃了吗？可以啊，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边吃一边聊哦。当白老鼠的心路历程。对，我想要问你们，因为他们认识我这么久，那其实从认识我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我还在前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根本也连开酷奇小巷的时候也还没有。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我开始做人类我的咖啡人类图大师，没有到大师啦，我只是现在希望可以晋升为某公司的御用人类图，希望是我要许愿。对，你很了解我们公司的人想要听怎么样介绍，对，有系统性。很理工人。对快速可以对，所以你们从我们开始吃咯。哇，今天很棒的生鱼片搭白酒很好，还有乌鱼子最，爱的乌鱼子。对，我最爱的乌鱼子这。都你的。那你们从我本来就是刚刚讲的嘛，不是说对，然后我开始接触人类图，开始，然后到把你们当白老鼠，他们算是我第一批就是看图人，对，我是吗？你们是吧算是哦对。那时候还在餐桌上看的时候。对，那时候有喝酒吗？有，一定要喝，所以要什么一定要喝？看人类图就是这样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就是什么感觉，或是从一路这样看下来，你们有什么感觉吗？我是一个很喜欢这种神秘学的人，然后。因为我一直不是很了解我自己，然后我很想要透过这种神秘学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星座塔罗，或者是 even 紫微斗数，我公公是紫微斗数大师，你说被你们拍桌的那一位吗？对，或者是那种什么连番上阵，血型啊，然后什么网络上的心理测验啊 ，MBTI，anyway， 反正很多，反正只要有这种东西，我就会去尝试。那 MBTI 你们是怎么型？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你们两个 INFJ， 对 ，I 什么 ，INFJ，走一个内向的，就是一个老头子的绿色的老头子。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一定是 E 开头的，对，很像。 ，ENTJ 吗？ ENFP 哦 ，ENFP，哦，后面2码错了。就是他什么俗称快乐小狗。哦，你是快乐小狗，也是快乐小狗。那小我是怎么样？就是快乐小狗啊。如文字所示啊。对，就是很快乐的小狗，所以你快乐吗？好像容易 get 到快乐。对。哦，好，很像啊。好像就是就是比较爱做梦吧，梦想家类型。哦，哦，然后就 FP 嘛，你们是
我是 J 嘛 FJ 对，所以你们都是会计划啊。你看刚刚在电梯就开始分工，好，我就是一个随性的人，到现场再说。所以我不是一个随性的人，你做我其实是事，计划的，所以是 J 啊。哦，你是啊，你在工作上面应该很 J 吧？好，对，那应该蛮好的。什么东西？没有，工作上 J 应该是蛮好的啦。像我是 P， 工作上跟我合作，看什么工作啊，不一定啊，受不了的。哦，对，我就现在不想做，我就觉得就不做了。对没感觉。想要去打鼓就去打鼓，想要去台中开手工艺品，想要去睡觉就去睡觉，想要睡到4点不起来，就让婆婆在底下等。OK， 没有在管这个。你这个超强，因为在你跟我们讲人类图之前，我并不晓得还有这种神秘学的管道。这么喜欢神秘学的，居然有。对，我竟然有我不知道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说，纵观我现在所接触到的神秘学，可能都不是很深入。但是就我知道的这一些皮毛，我觉得人类图是我最有收获的。哦，就是它解答了很多我长久以来一直在心中的疑问，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疑问。比如说我一直很羡慕很认真努力的人，可是我是一个很不认真不努力的人。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去上班以后是更明显，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没有所求，没有什么目标，然后所以我不会主动想要努力。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给我一个目标，或是请我做一件事情，我就会突然很有那种努力的，我可以，我就会开始努力起来，就会八合全开，然后往前冲这样子。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自己驱动自己的，对，你需要有一个外在给你对，但是我以前一直把这件事情归咎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帮我画一条，比如说 deadline， 或者是没有人要求我做什么，我就会什么都不做。然后我一直把这个现象，这个 behavior， 我看一下你的图，归咎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你可以的嘛，倒酒就直接倒，对不对？对，谢谢。这只是我也很感动，这只是之前说是吧？你不要哭哦。这只是很喜欢的，然后我就说上次我们真的很好喝，那几年前啊，很久了，应该有5年。5年前，就你们还找得到，我们还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还有 legal 上的关系，对 legal 上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有一条，这一条，是这一条其实是跟你的群组，你个人喜欢的那个你喜欢的人，然后你希望这些可以聚集他们在一起，比如说像现在很开心的吃饭，你是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的人，然后可是呢，你聚集大家之后，你并没有一定要当那个焦点，你就觉得说，这个我安排的很好，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有价值。然后比如说安排过年，然后安排大家全家一起聚餐，吃喝喝，很开心。你就会觉得，假设是你安排，你就会觉得哇，我这个做得很好，而且我让大家都聚在一起。可是你不见得会需要一直跟大家社交，你反而会很累。可是你会觉得你做成了这件事情，那条40到37叫做经营社群。可是有的人会一直认为说，是不是我要去什么做 podcast？ 对，但不是，其实是聚集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尤其它跟吃东西有关系。对，我的确是很喜欢把喜欢的人一起坐在餐桌上吃饭喝酒。对。投射者的夫妻相处是怎么样啊？你们两个有谁是一个比较主导的角色吗？我这样不是问问题，好像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看谁先懒到受不了，然后那个人就起来做决定。就他在那边，然后我在那边自己弄自己的，然后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出门一下这样？”看谁先受不了。因为经常会有人问我啊，因为投射者就是不要主动做决定。对啊，那2个都不主动，就是在家就是在耍废啊。那耍废也 OK 吧，也还好。我觉得我时间到了自然，就像你讲的，这也是一个时机啊。
但是我觉得时间到了会先发起说要做某件事的，通常是你通常是我，有可能它太空了，因为我意志力中心还有东西，对，它超白的，它只有两个中心有定义我只有国王那条通道，新竹的国王，你也只有闸门而已，好不好？对，就国王那个闸门。对你真的很空，但是你就是直觉有啊，直觉这个很重要。就只有直觉，什么都没有。直觉很重要，直觉跟像他直觉是空的，对，我是空的，所以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踏实。是没错。哎呦，我直觉我现在要喝一口酒。而且你会蛮清楚，因为10到57它有空嘛，就是他会很清楚，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蛮知道。你说我吗？没有原因，不是什么逻辑分析出来就知道说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他就是自己知道说啊，我就是应该现在要这样。可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固执。固执啊？对，对于你刚刚讲的，我想要做的事情，好像固执还是顾忌？固执很难被改变。我有10号闸门，但是我没有连到57的。对，它10到57有。然后我记得你的10是不是10.2？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闸门旁边两边有那个。要看，对我是10点，我有10.2、10.4，你10.4也有，也有哦，10.2跟10就是刚好跟我们人生角色的那个闸门的定义，所有的6个闸就定义是一样的，所以所以你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很难被改变，然后，但是你常常会觉得你做的事情是你做这个决定，但是你会以避免冲突的方式。对，他的确做决定都会以避免冲突的方式。我也是。你还有另外一个，你就跟你人生角色一样，是24。对，是冲突的。你就会又想要避免冲突，可是你有时候又觉得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对，因为10就是爱自己的那个闸门。然后你以什么方式爱自己？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以避免冲突爱自己，所以避免冲突在爱自己的前面。对，你会觉得。避免冲突会让我觉得我好爱自己，对，就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对我自己是好的，是好的，对，别人会知道他是，像我看他，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很4的，善于社交，对，就是我听懂了。我觉得也不见得是社交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士，你会觉得他有点油，但我觉得他很会照顾，注意到大家现在要什么，对，但是。我猜那个2不会有让他觉得我干嘛要做这些累死我自己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会忍不住去做这个，他是一个会做，比如说现在注意你可能需要什么就给你，现在就会把一切都照顾得很好，很像，很像，但这有让你开心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对。不过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对方有给我一点回应的话，我会觉得开心，很开心。对。比如说有一次，我跟一群朋友出去吃饭，几个女生，然后我们要点酒，然后好像那个。侍酒师就推荐我们说，不然你们要不要看看这边的红酒，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其他2个女生就说，因为我们总共4个人，然后其他2个女生就说，好啊 OK 啊，那不然就你推荐什么，我们就喝什么，然后我就注意到我隔壁的那个女生她没讲话，然后我就问她说，红酒你可以吗？还是你不喜欢？然后她说我有一点红酒，有一点不能喝红酒，就是她可能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就说，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别的，不要红的？然后结束之后，就是侍酒师点完酒走了以后，那个女生就跟我说，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没办法喝红酒。但她说她当下那个氛围，她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她的需要，这样子。然后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这种感觉。那你也是避免冲突的人吗？对啊，紫微斗数也是这样讲。真的？哪一点？就他宫位，是宫位还是星位？他命中2颗主星是破军跟廉贞，
他的那个廉贞是一个他都刷抖音了，他刷不到这个。很在意外界形象的，很在意形象的人，所以在他的那一颗另外一颗主星想要做什么破坏性的举动的时候，廉贞这一颗就会来牵制说，你要在意你的形象，你可能不能这样做，或者是你要换个方法。破军就是先破再立，对对对廉贞就是比较圆融，比较和对，平，所以就是这两颗主星牵再互相制牵制下来，所以可能就会比较稍微圆滑一些。从你认识我到他是本来就喜欢神秘学的，所以我没有本来喜欢神我秘学，问他，对我说雨山版是，那你会觉得搞什么啊？以放出完不会，弄个什么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你好像真的有更了解你自己哦，因为其实我认识你的状态，从我第一次认识你的状态，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一个迷惘彷徨的状态。我迷惘彷徨，对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你不知道你做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决定，什么奇奇怪怪，有没有礼貌？我没有说什么事情啊，你干嘛这样？你自己心里有哪一件事情你觉得很奇怪？都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但是你就是会去这样做。对。但是我觉得你认识人类图之后，你好像对这件事情比较释怀一点。你就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你这样子你才会感到充实或快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反正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嘛，对吧？每个人做决定都会不太一样。那如果你自己可以很肯定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或是你做的决定的话，那就会活得比较开心一点。我对你的感觉是这样。那我对我自己，其实我只有一些 podcast 啊，你们都会听啊，对不对？我只有之前有在更新的时候，我只有一些很小的点是曾经有被人类图疗愈到。其实很小一个点就够了，其实。比如说国王的通道，对，因为其实好像那一阵子就觉得，自己这样子消费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太不顾后果了？对，太那以后老了以后怎么样？那些念头还是会有。对，这样就没有了吗？不管了，还是你有发现有更好？其实活得更开心，然后你就活得更开心，而且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对吧？就是花了再赚，花更多的要赚更多。又不是不会赚，就是我要靠那个花来激发我赚钱的动力。因为他们都是投射者，投射者其实蛮有趣的，在工作上你会有一些困扰吗？有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感觉没人给我事做，我自己不找事做。那你会不会？可是有另外一种投射者是，会觉得我跟别人比，就是我没有比别人差，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或是那么容易被不能说看见。我就是啊。其实我本来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都是我的功劳那种感觉。但是被别人抢走，也不是抢走，就是但是对啦，被别人抢走啊。对，或是说你没有，也不是说抢走，就是对，就是他会得到很多。好像都是你会觉得你一直在帮助别人。因为投射者就是帮助别人的。对啊。所以我要认清这一点。对，但这点很困难吧？对，对我来讲很困难。有一点吞不下去，还是我讲太直白了吗？吞不下去已经吞了15年。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感觉。我有这种感觉，对啊。但是你的工作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你的工作如果转换成你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呢？你是不是会比较？现在他可是没有啊，工作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某个中阶，不一定要到很高，中阶主管或什么，然后你开始带别人的时候，对，你如果有
帮助别人可以更好。的确，如果是他比如说 maybe 到一个主管的角色的话，他的确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底下的员工嘛。但他现在就是比较尴尬的是，他就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可是他可能工作的内容实质上已经是帮助整个团队成长居多的时候。最常被抱怨的就是，他就会嫌你没有什么能见度之类的，对，没什么能见度，他觉得他都没看到，对，因为帮助别人不算是一个帮助别人是别人被看到，是很难量化的 KPI。对。不过没关系啊，我使用手册就是这样。我一直觉得是投射者要改变的点，并不是说你怎么样你就会你改变了你就会赚更多钱，而是投射者一直都没有不成功，只是投射者一直都觉得我可以更好。OK。但是其实你们已经很好，只是你会觉得，因为你给自己我应该可以更拿到更多，我应该可以更好，所以你会给自己一种觉得，怎么没有被看到啊？怎么？但是其实如果你放松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很快乐。我觉得我跟他的情况刚好是颠倒的。我是一直觉得自己很差，这个跟你刚刚讲的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比我拿到的，我拿到的东西跟我自己，老师帮我打的分数跟我自己打的分数是不成比例的。老师都帮我打很好，但是我觉得很烂。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像 A 这么努力，我没有像 B 做出很多成果，没有像 C 怎么样，我就会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差。然后，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也没有一个什么努力的动力，没人给我东西，我就是往跑不动这样子。他是在炫耀吗？听起来蛮像。不是，但是这个让我很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一天会被发现我很差？那是你给你自己定的标准太高吧？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你觉得呢？这样我会造成你们夫妻失和。已经不合很久了。我比较没有自信。就是没有他想的那么，他没有他想的那么不好。对，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可是跟投射者有关吗？可能跟你某一个图的通道会不会？我来看一下。你们觉得我有进化吗？我觉得你进步超多的耶，我觉得你超强的。可能等到吃完饭录完影的那个 part， 我问完之后，我才知道你有没有进化。那个是我比较期待的。就人类图来讲，进步超多。试错啦，我觉得试错真的很像我，对啊，你试错超强。真是好还是好 ？OK 啊。我没有觉得不好啊，可是如果我身边比较跟我是不一样价值观的朋友，就会替我很担心，或者是会觉得你干嘛这样，可是我个人就觉得，我自己就没有觉得，那你自己觉得开心就好。对，真的开心就好。其实我不会觉得你没有方向因为你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跟创意有关的。你说18通道，对，这条通道其实蛮可以。当然，如果你下面这边没有啦，这条是更有点类似有燃料，有行动力。对，这一条是你很有自己想要走的方向。我不会觉得你没有但是它可能是比较是，所以真的是在炫耀，比较没有那比较抽象的东西。对。那方面是你很想要表达，跟你很想要告诉别人，你有这些想法，那个想法。那也有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用到这边，因为别人跟你的你们的比较可能不是这方面的，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个人，然后那么有毅力，那么不懒惰。对，但是其实如果是这部，或许其实而且是红黑你应该觉得你自己是蛮有创意的吧？但是别人也是这样看你，你可能以为别人不会看到你这一部分，可是你的身边的人是有看到的。
所以你以为他们没看到，就不会欣赏你这部分的特质。可是他们是有欣赏，所以你以为被看到的只是那些很认真、很努力，其实没有啊。你身边的可能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是也欣赏你这部分的特质，所以才会给你那样好的评价。因为可能其他人没有这部分的能力，没有这部分的特质。我还没有认识你之前，我是先认识他的嘛，所以我听到都从他嘴巴形容，就是你有很多才华，很多，你现在否认吗？你的表情，我完全没做任何事情，我要侵犯你。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否认？就是你有很多才华，你学什么就会什么，所以对，没错。可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好像也没有需要学什么会什么，我学的东西都是跟我的工作没关的。有点像这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应付你的工作啊。他不轻松，他有没有假掰的通道？假掰的通道没有这种通道。假掰的，我一定要假掰通道这条不错真的有假掰的通道？没有，我要来研究一下假掰的通道，应该会有。但是你有一个，你说他应该会有吗？不是，他是说真的有一条通道也可以类比成假掰的通道。你先看他的读哪一条是通的，你先。现在讲一个企业里面有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个啊。对，对啦，我觉得公司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对，那你刚刚不是讲，你就是有灵感啊，什么那些部分，他给你的评价不是只有你认为的我没有那个人那么什么很认真、很努力、很有毅力什么什么的，他看到你的是其他的部分，所以他给你的那是别人没有的，而且那个东西是，如果以一个老板来说，他会觉得他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他觉得你还有你，你认同吗？认同。我只能寻求认同。我认同，只是我很期待他会说什么假掰的话。我就是我也没做什么啊，我没做什么，对啊，就爆班了。对啊，那就是所以他会觉得，他看到就是你好啦，那我们都知道他只是在假掰。我没有在假掰。我有时候也很怀疑他是在假掰，还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没那么好。我真的觉得你讲的不准。那可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得到答案啊。对，很难得到答案。我觉得都有。我这样讲，会不会他以后不跟我交朋友？不会啊。我觉得都有，就是都有的部分是从客观的，比如说工作职场来说，他当然会希望他的成就或者他的被认同的价值是在工作本身。对。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有跟别人不一样独特的那一部分，对，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把他认为，我这部分也可以评在我的 performance 里面。好，我们来讲一个尴尬一点的问题，这你们就没有想到我会问你们，因为你们是夫妻呀。那你们会想要生小孩吗？不想。人类图上面看得出来吗？是没有很想生的感觉。尤其黄刚是完全没有想要的。对，真的是我，不是他。你是觉得，你是觉得都可以？对。他是都可以，我是绝对不要。当然，如果他要求你不会拒绝，因为你们两个都很有趣哦。你们两个的50都有50这个闸门叫做烂好人，不是。你们两个都算是高知识分子，又有经济什么很好。50就是我知道怎么养好小孩。还有这种闸门哦。讲白一点就是我基因这么好，我能力这么好，我有这个社会责任。我知道如果我生小孩，是我生出来的小孩，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养得很好。这个是你们两个都一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刚刚的。你不知道你有，但是他有。就是你们两个都有这样子，所以你们如果要生小孩，或许别人跟你们这样，你们是也可以啦。但是你们的本人本身在生育的这个繁殖的欲望上是低的。对，就是没有说
你们如果说家族什么的，其实我看到的啊，就是这一条通道，就是本身会想要生小孩。你说596这条吗？对。那如果这条是会是可能蛮多是因为太喜欢做一些事情的不小心生的那种，对，太喜欢打。然后但是我看到50、27有的比较多，几乎都有孩子，是因为被逼的，也不能说逼，就是被说服。或者是说，有的孩子跟比较，比如说老了一会人什么什么，或者是说你们两个都，别人不生还好，你们又有钱又聪明，你们还不生，然后就好像会觉得好像我应该也可以生这样。对，我看到的朋友大部分是这样，对。我个人是不生小孩没错，可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过说，因为我喜欢这个人啊，那如果可以跟他有一个什么？哪一个人？不是他，不是那个，就是有个爱情的结晶，误会，也不错这样子，不错这样。小女生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做过这种梦，但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我是要现实。你小时候有做过这个梦？小时候一定会有啊。你要哪一个？那应该不是我。但是问题是，那跟那个人是谁无关，而是我们那时候。对，那时候就觉得说，人生计划里面应该要有这一件事情。对。但是我已经是个大人了，甜蜜的可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有或没有都可以的那种，对啊。因为你会避免冲突嘛。OK。如果我跟你说，我也不冲突，好啦，那生一个小孩，对啊。我自己是这边没有的，然后50、27我是有打通的。有这条连通的，其实不见得一定是生小孩，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不生小孩，都养宠物。毛小孩。对，因为这一条就是生殖繁衍，这一条就是照顾，而且是照顾比较弱，所以不论是比较弱的小朋友，就是下一代，或者是动物，或是环保。就是会希望要延续，没错。可是我可以用别的方式延续，我不一定要是我自己的小孩啊，跟我去领养，或是我捐助，对，然后或是环保什么之类的，我是有捐助小朋友，没错，对，你就会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的，是黑色的，所以你有觉得你觉得你有社会责任也好，或是你觉得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照顾下面的一个这样，没有。那这个呢？这个有一个苦涩，我也是投射者就是苦涩啊。你不是很苦涩吗？你觉得？就是你只要没有达到什么自己的。人类图里面最有趣就是投射者，就是我们讲的成功不在自己，可是只有投射者的目标是成功。我们的目标是成功。比如说显示是生产者或生产者，明明做的好像没有，我们是满足而已。就是我今天被赋予一个任务，我就做好结束这个任务，我就满足了。它成不成功，对我来说不是我人生的重点。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我得到，我就做好这件事情。OK， 那我等下可以去做的事了吧？但是满足，那是显示生产者。对，那是生产者跟显示生产者。只有投射者是要追求成功，连显示者都没有成功哦。显示者只要心情平静。显示者就是那种那个帝王型，他只是希望我要做的事情有人去帮我做就好了，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在意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可是投射者就是一个，我很希望可以成功，我被看见，我怎么样，所以他反而是追求成功的类型。成功怎么定义啊？那就是你们的定义啊。比如我刚刚讲那么多，生产者跟尤其是纯生产者，就是那种小确幸的人。就是我做完今天的工作，等一下可以吃个好吃的，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成功哦，成功是一个很大的目标，那投射者很追求一个很大的，你可以说它是虚幻的，对。可是他们的心里，你们的心里一直都很希望自己很成功，就是很棒。但是那反应者追求什么？反应者是惊喜。哇！因为没有，但他们平常不是这样的，他们平常就是很迷茫的人。对，我知道。但是你说反应者就是惊喜，让我觉得很像一个我认识的人。有吗？我觉得你妹很像。我妹有追求惊喜吗？我觉得有。
什么样的惊喜？追星可以看到人，对啊，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一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需要有一直持续刺激的人嘛。不是，就是他很享受得到惊喜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你妹是有应的，对。你应该说惊喜是，如果一个活得健康的反应者，他就会把他每一天的感觉都觉得，又是很有趣的一天。今天可能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会每天都觉得无所适从。我今天是谁啊？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我今天的感觉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如果就是在讲你妹状态好的时候跟不好的时候，对，就是像这两个样子，很像。因为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每天都好开心，每天都好好玩哦，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可是他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抓不到我怎么了？那投射者的好跟不好就是，当你觉得我不成功，为什么做什么？比如说为什么没被看见？明明做的事情都是我们，你就会觉得很苦涩。可是他真正的成功是成功不在你，就又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掌握的，又要依靠别人。对。可是当你参透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是这次的总教练，你就成功了。对。可是你是上去打全垒打的人吗？不是啊。可是他成功了。投射者就是那个总教练的位置，但是能够参透这个道理的投射者很少，因为大部分人都想要上去打全垒打。我就是那种。你想要看到你嘛？就是你打出全垒打，对不对？希望是这个嘛，希望聚光都在你身上。可是投射者是适合做教练的，但是能够参透这个道理的投射者，他就会很开心，就会觉得哇，其实我很棒啊。今天谢谢雨珊跟黄刚，对，可以让我来蹭这顿美好饭，然后一起喝酒来人类图。那慢慢说慢慢写，我们下一集见，拜拜。